好热。苏子月浑身像是被火烧了一般的难受，这感觉苏子月心惊。身为特工处的鬼医，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他实在是太清楚了。只是他不是坐车前去给大佬看病的路上吗？难道遭暗算了？三姐姐，你可别怪妹妹我，要怪就怪你又傻又丑，却偏偏有个好娘亲，生你一出生就是太子的未婚妻。可是凭什么？太子将来可是要当皇上的人，你一个又傻又丑的废物，怎么高攀得起太子殿下？都说傻子配狗，天长地久，狗我没找到，特意给你找了几个二溜子。这贫民区的早市上很快就会有人进来了，你放心，你没有喝完的半瓶，我会让那些二溜子喝下的，绝不会叫姐姐你扫兴。一道道不怀好意的嘈杂声唤醒了苏子月脑海中一些略显破碎的记忆。他穿越了，穿越成了武安侯府嫡出的三小姐，从小被指婚为太子当太子妃，而原主虽然痴傻，却是有着一张倾国绝世的脸，却因为一次食物中毒，半边脸上布满了毒斑，成了又丑又傻的废物。苏子月猛然睁开眼睛，眼底满是寒芒。今天过后啊，我便能入太子府当侧妃了，到时候太子登基，我便是贵妃。苏子月！苏莲心失声尖叫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他不是该晕倒了，为什么他会醒来？而且他那可怕的眼神，不，那不该是一个傻子该有的眼神。苏莲心正要质问，然而苏子月却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并发出痛呼声。趁着苏莲心张嘴之际，苏子月快准狠地将手中的媚仙子给苏莲心灌了下去，一把将苏莲心给甩在了地上，动作是干脆又粗鲁。苏莲心顾不上苏子月，疯狂的用手抠自己的喉咙，想要催吐，但却无济于事。你贱人，你给我喝的什么？贱人骂谁呢？贱人骂你。没错，贱人配狗，天长地久，说多的太少，可要不得哦。苏莲心这才察觉到苏子月话里的不对，愤怒不已，起身就朝着苏子月扑了过去，嘶啦一声将苏莲心的外衣给扯了下来。苏子月，你想做什么？自然是你想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了。你太慢了。还不等苏莲心反应过来，苏子月便用发簪朝着苏莲心一个穴位扎了过去。瞬间，苏莲心身上的媚仙子加速发作，顷刻间就燃烧了她的自我意志。与此同时，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朝着这边靠近，苏子月眸色一紧，闪到身后旁边的一个马棚里。你们几个事成之后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应该知道了吧？翠儿姑娘放心吧，小的们都晓得。眼睛往哪里放呢？想死是不是？呸！咦，不是说是丑女吗？这不长得很好看吗？管他娘的呢，是个母的就行。三小姐，平日里你痴傻，与府里的奴才厮混也就算了，可你怎么能跟这些二流子厮混在一起？您这要将老爷的脸面往哪里搁呀？苏子月冷如冰的眸子直直锁定小翠儿，眸中杀意四溢。只是这时身上的媚仙子再次发作，逼得苏子月不得不一簪子扎在自己的腿侧，疼痛让他清醒了几分。三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小翠儿惊叫出声，眼底满是惊恐。不是，他是这么好看的官家千金，便宜了那几个人多不好，倒不如咱们也帮帮他。是啊，老子什么女人都碰过啊，唯独没碰过这官家小姐。今日可得尝尝了。苏子月冷眼看着这咎由自取的一切，然后趁着这片混乱离开，让苏子月身上的媚仙子越发蠢蠢欲动起来。而媚仙子此毒非男人不可解，要么死，要么找个男人。苏子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苏子月顺着声音看去，这个男人长相虽然差了点，但是矮子里挑高个儿，用来解毒貌似勉勉强强可以。苏子月边打量边思索着。苏子月，你六妹妹呢？苏子月忽然被厉声质问，脑袋也恢复了几丝的清明，终于想起了眼前的男人的身份，太子轩辕宇达，他的那个未婚夫。太子殿下，您快救救我家小姐！小翠慌乱无措的从小室那条街跑了出来，看见了太子，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。你们小姐怎么了？我家小姐是他害了我们家小姐，给我们家小姐下毒，害得我们小姐的
苏三小姐心思歹毒，当街陷害亲姐妹，如此恶毒之人不可存留于世。今日本太子就要大义灭亲，来人，给本太子将他乱棍打死，以儆效尤。轩辕宇达下令，便有侍卫朝着苏子越靠近。苏子越此刻自然不会费心费力狡辩，因为知道辩驳也无用，趁着人不备，身形一闪，直接一簪子插入一个侍卫的咽喉。苏子越拔出簪子，目标明确，再次朝着挡路的侍卫刺了过去，动作迅捷。这个被苏子越锁定的侍卫有了防备，因此只堪堪受了点伤。其余侍卫则是趁着这个空隙，齐齐朝着苏子越围了过来。可这时的苏子越却因为媚仙儿和这具身体，导致武力值大打折扣。坚持没一会儿，苏子越就被几个侍卫制服，并被人报复性的狠狠摔在地上，一阵头晕眼花。药效几乎侵蚀他的所有理智，他不是傻子吗？不是废物，为何还能杀了他的侍卫，跟他的侍卫决斗？当街杀本太子的侍卫，罪加一等，杀！侍卫闻言，抬起手中的佩刀，便毫不手软地朝着意识模糊、已经无力反抗的苏子越砍去。是摄政王的车驾来了。一听摄政王来了，太子的侍卫吓得手一抖，砍向苏子越的动作硬生生地停了下来。摄政王跟前，谁敢杀人见血啊？摄政王，他不是2年没有出现了吗？为何如今突然出现了？轩辕达不得不躬身立在一旁。摄政王叶寒绝乃先皇养子，排行第9，但摄政王他年纪虽小，却是杀伐果决。所反对他的人都被他斩杀于朝堂，血流成河。从此修名便定，地位稳固，却无人惧怕。从此权倾朝野，杀伐果断，无人敢惹。瞧着那缓缓驶来的由2排护卫开路的霸气侧漏，瞧着不简单的马车，苏子越心知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，便一发狠，咬破了自己的舌头，换回了一丝接近崩溃的理智，竭尽全力的抬脚便朝着那辆马车奔去，并一下子钻进了马车里。毕竟那可是摄政王的马车，谁见过摄政王马车除了摄政王之外还能进别的活人的？九皇叔可在里面？怎么太子也想进本王马车里看看？叶寒绝看着苏子越满身的血，眸色冰寒，眼里的一丝暴力一闪而过，声音更是冰寒刺骨。而在叶寒绝看着苏子越时，苏子越的视线也粘在了叶寒绝身上，挪不开了。男人，加护救个急！然后就身子一软，整个人跌入了叶寒绝的怀抱里，然后一双有力的手抱住了他的腰身，接着一只骨节分明的修长的手强制性的抬起了他的下巴，逼他看着自己。只是越看苏子越就越觉得意识和手都不受控制了，